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易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到了中老年，女人的白发，这样打理更显优雅有气质。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白发总是女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烦恼。岁月如梭，我们的身体逐渐显露出衰老的迹象，那些不请自来的白发悄悄地爬上了我们的头顶，让人无法忽视。起初，面对这些岁月的痕迹，很多人或许会一根根地拔去，试图抵抗时间的流逝。然而，我们又怎能真正与时间抗衡呢？最终，白发还是会遍布我们的头顶。但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焦虑，我们所担忧的不过是逝去的青春和无法挽回的美貌。然而，即便青春不在，美丽依旧可以永存。即便满头银丝，只要懂得如何打理，依然可以散发出优雅迷人的魅力。在本期咖啡屋，易彩和你一起分享如何巧妙地打理白发，让自己看起来既高级又时髦，美丽依旧。一、白发显老的根本原因是黑白相掺。许多姐妹难以接受白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发影响了我们的自然美丽。当我们的头发开始冒出几缕银丝时，就在同龄人中显得更加显老，这引发了关于年龄和外貌的焦虑，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实际上，白发本身并不是让我们看起来老态的原因，真正让人显得老气的是那些夹杂在黑发中的灰白发丝。从光学上来讲，白色属于亮色，亮色的头发会显得头发十分的蓬松轻盈，使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高级有气质。而暗色的黑色则是会给人庄严肃穆、沉稳大气之感。简而言之，无论是暗色系头发还是亮色系头发，只要颜色统一都各有其韵味。但女性变老是缓慢的，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白发也不是陡然而生一夜全白的，而是在茂密的黑发当中悄然出现一根、两根再到无数根。因此在这个暗色系头发转变为亮色系头发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十分尴尬的情况，也就是明暗交杂，黑白相掺。当明暗冲突对比强烈，人们的视觉就会受到冲击，给人一种杂乱无章、野草丛生般的不适感。这也是为什么黑白相间的头发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原因。二、尴尬期如何遮白发？目前最常用的遮白发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染发，二是戴假发片。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每种方法的操作要点。方法一，可以选择染成浅色发系，更轻盈显肤色。当我们步入中年的时候，几乎所有女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头发尴尬期，而对付这个尴尬期最好的方法就是染发。虽然染发治标不治本，且频繁的染发还会对发质造成伤害，劣质的染发剂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染发是最为简单方便、直接见效的一种方法。选择好的染发剂，再加上少次数间隔时间长的染发，其实并不会对我们的发质和身体产生健康影响。因此我们还是推荐在头发的尴尬期选择染一个浅色系的发型。大家肯定知道这样一句话，黑色显瘦，亮色显臃肿。我们通常把这句话用在我们的衣服搭配上，但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发型颜色选择上。浅色系的发型会在视觉上显得头发更加的蓬松轻盈。人到中年会面临着许多脱发的情况，而想要变漂亮，我们就可以巧用这个光学原理，视觉上增加我们的发量，让我们的头发看起来更多更饱满。浅色系发型除了可以视觉增加发量以外，还能格外衬我们的肤色。女人到了中年，皮肤状态肯定没有年轻时那么紧致白净，再加上我们东亚人的肤色本来就是偏暖的黄色，等我们年龄一大，皮肤可能就会显得格外的蜡黄，没有气色。
这个时候浅色系的头发因为本身就很明亮温暖的缘故，就可以在视觉上提亮我们的肤色，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精神饱满有气质。方法2，可以使用假发片遮盖。如果你不想染头发了，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假发里的补发块假发，用一片式的假发来遮盖自己的白发。不过有很多小伙伴会有疑问，只有一块假发能完全遮盖住自己的白发吗？各个位置白发该怎么去遮盖呢？如果是发际线有白发，那我们就把假发的发际线戴在我们自己发际线的前面，大概半指或者1指的位置，这样自己发际线的白发就会完全被盖在补发块下面，就看不到自己的白发了。后脑勺和头顶如果有白发，补发块只要盖上去，也是只能看到补发块的头发和头皮。这时候如果补发块是地针仿真头皮的工艺材质，那么看到的就只有补发块的仿真头皮和黑发，看不到自己本身头顶的白发。鬓角的白发是最难处理的，鬓角的白发即使平时不动的时候能够被遮盖住，但只要我们动起来，随着假发头发的晃动，我们自己鬓角的白发还是很容易露出来。这时候就需要用一些手法来固定住遮盖鬓角白发的假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假发的耳朵挂在耳朵后面，挂耳的同时还要用假发遮盖住自己的白发。所以我们在挂耳前，先一个手按住假发鬓角的头发，然后另一个手轻轻地把鬓角的假发挂在耳朵后面，让假发的鬓角发在不外翻的情况下挂在自己耳朵后面，这样就能让自己的鬓角白发被压在假发下面，实现鬓角白发的遮盖。如果自己的鬓角发长的位置比较靠下，可以考虑在假发鬓角的位置剪一些小碎发出来，用这些小碎发来遮盖自己靠下位置的鬓角白发。但这种方法不能保证完全遮盖住比较靠下的鬓角白发，所以鬓角白发比较靠下的小伙伴，最好的遮盖白发的方式依然是染发。补发块的面积大小决定了它遮盖白发的范围大小。补发块的面积，比如12×13的面积，前面的数字指的是它的宽度，后面的数字指的是它的长度。如果是左右两边白发多，那么就选择宽一些的补发块；如果是后脑勺白发多，那我们就选择长一点的补发块。想要把白发盖得更细节，我们在尺寸合适的同时提高我们的佩戴手法就可以了。2. 白发不染更高级。当我们头发全白了的时候，大概已经步入老年，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反复的染发来维持我们表面上的年轻状态。等过了头发的尴尬期，头发已经全白了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染发了，因为只要你掌握以下3点，满头的白发也能显得高级优雅。1. 白发剪短更个性。无论是什么颜色的头发过于的冗长，都会给人一种笨重臃肿的感觉，白头发也不例外。晚年之时，我们的发量可能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去留自然的长白发。即使亮色的白头发能够给我们视觉上造成蓬松轻盈发量多的假象，但如果您只是未经烫染塑形的长白发，在地心引力和头发本身的重量的拉扯之下，白发一旦紧贴头皮和面颊，那您的发量依然能够一眼被人看出来。视觉上看亮色蓬松，效果甚微。这个时候您不如试试将白发剪短，干净利落又有个性。2. 微烫小卷更优雅。如果您了解过法国的老奶奶，您就会发现她们真的是无惧岁月，活到老，优雅到老。她们一生都是美丽动人的，无论何时身上有着恬静温和的气质，整个人充斥着优雅迷人的气息。而他们就不喜欢染发，独独偏爱岁月赐予他们的满头银发，并且喜欢精心地为它做上一个微烫小卷的发型。这种发型充满了法式的优雅和慵懒复古气息，给人一种大气沉稳却又很随意的浪漫，可能也是与他们生长的城市有关。法国一直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
这里的人们没有东亚人的内卷竞争，只有慢节奏的享受当下，享受美好，享受生活。3. 发质发量更关键。无论是我们说的白发剪短，还是微烫小卷，都是为了从视觉上增加我们的发量，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蓬松轻盈，从视觉上打造出高颅顶，营造出头包脸的氛围感，使我们的面部更加小巧精致，也更显高级。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发质和发量。白发想要好看，发质发量才是本质关键。想要拥有一头水润盈泽有质感的头发，做好以下这3个点就够了，绝对保证你的发质和发量。1. 正确洗头发。洗头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定要轻柔，不要一股脑的揉搓让头发绕成团受损，也不要用力过度扯断头发。正确洗头发应该在洗发前先用梳子梳理一下头发，然后用温水把头发打湿，洗发水在手心揉出泡沫均匀，涂抹于头发上，用指腹轻轻按摩头皮2至4分钟，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一般2到3天洗一次头发就行，油性头皮2天洗一次就可以。2. 日常食疗法。想要拥有一头光泽有质感的白发，人们在日常饮食的选择上一定要多加注意。除了遗传，后天的发质跟平常的饮食有关。头发90%由蛋白质构成，饮食上如果不补充蛋白质，会造成发质中的氨基酸缺乏，影响发质。在饮食中多吃一些鸡肉、豆制品、豆腐和鱼，还有蛋白，都能补充头发的蛋白质。除此之外，可以多吃一些对头发生长有益的物质，例如富含优质蛋白、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食物，鲜鱼、牛奶、动物肝肾、黑芝麻、海藻类、新鲜水果和蔬菜等。3. 营养护发法。在我们洗完头发7成干的时候，可以辅助使用一些有助于改善发质的护发产品。洗完头发后搭配使用滋润保湿效果的护发产品，可以让头发变得更加顺滑有光泽，但需要注意护发素不能用得过量，且不要接触头皮，只涂抹于头发中段位置和发梢。如果将过量护发素涂在头皮，会堵塞毛孔，给头皮带来负担，严重时还会引发炎症。3. 发有型衣得体才无惧岁月。1. 极简风穿搭更气质。想要优雅的老去，掌握极简风格的穿搭技巧是关键。年轻时，我们或许偏爱朴素简单的装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却开始尝试过于繁复的搭配，这往往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其实，白发本身就是一种优雅而高级的标志，与极简风格的服饰相得益彰，两者可以共同营造出一种从容不迫、自信满满的气质。2. 亮色系服装更俏皮。当我们拥有满头银发的时候，选择亮色系的服装，更能够在搭配上实现色彩的统一和谐，也更能够凸显我们的心态上的年轻与活力。色系的服装就和浅色系的头发一样，都能够提亮我们的整体肤色，给人以明亮、温暖、平易近人的亲切感觉。因此，白发不染与亮色系服装更为搭配。3. 细节单品不能少。想要精致优雅，那么细节上的搭配也不容忽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奶奶通常会利用很多的时尚单品来进行整套服装上的细节点缀，例如白色的珍珠耳环、夸张的项链和实用的手提包，还有遮阳的帽子等等。其实这些细节才更能够彰显你对自己、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岁月悠长，由衷的希望每一个女人都能够无惧岁月的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岁月就像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但你心若不老，白发又能奈我如何？终于，我与自己的白头发和解了。前几日，我正给儿子读书，他趴在我肩膀上，忽然打断我：“妈妈，你有好多白头发了。”记得几年前听到这话，
我可能会像看到地上的蟑螂一样，惊慌失措，急忙跑到镜子前，一根根拔掉那些白发。我明白，白头发是拔不尽的，它们就像顽强的野草，在我日渐衰老时，更加肆无忌惮地生长，仿佛在告诉我，这生命已不再年轻。那时候的我，虽然早已远离青春的尾巴，但内心依旧不肯屈服，不愿让白头发在我头上肆意蔓延。虽然肉体无法永葆青春，但我的心总想装作永远年轻。白头发作为年轻的对立面，我曾决心要彻底清除它们，但现在我连假装都不想装了。白头发就白头发吧，其实也挺好的。它们在这个年龄频繁出现，也是理所当然。至少它们的出现说明我的身体还在遵循自然的规律。于是我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没关系，不用在意，然后继续读手中的故事书。伊藤比吕美在她的必经记中提到，随着岁月的流逝，女性会面临许多变化，比如色斑、皱纹、白发，还有那些让人措手不及的过敏反应。身体里似乎点燃了一把火，带来阵阵潮热，尽管我离她描述的那些年岁还有相当的距离，绝经期的种种挑战还未真正降临到我身上，但岁月的痕迹、皱纹和白发已经悄然爬上了我的脸庞和发丝。起初，这些不请自来的访客确实让我感到烦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与他们和平共处。我发现自己能够坦然接受白发的出现，这或许是因为我终于成长到了一个阶段，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年龄，接受岁月赋予我的一切。记得在大学时，我曾在院系办公室做兼职，那里有一位30岁左右的男老师负责指导我们。那时候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宝宝，我和同学们决定去他们家拜访，表达我们的祝福。在他们的家中，我见到了那个刚成为母亲的女人，她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整个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有些憔悴。在那个年纪的我，还不太懂得生活的艰辛，心里不禁闪过一个念头，一个30多岁的女人怎么看起来这么老？她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现在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个场景，我意识到那不过是一张普通的30多岁的脸庞，她并没有真的老去，只是不再拥有青春的容颜。然而在那个不到20岁的我眼中，30岁和60岁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我所认为的老。我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那时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话，生命和死亡都应如夏花般绚烂，在最灿烂的时刻凋零。命运对我还算仁慈，让我活到了比当年的他还要年长的岁月。现在我静静地观察着自己，仿佛在看自己曾经的誓言如何被现实无情地打脸。18岁时，你可以向往自己继续年轻；38岁时，你只能看着自己走向衰老。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到了我这个年纪，内心已经被磨出了茧，对着命运打过来的巴掌，我至少可以笑嘻嘻地说，哎呀，和健健康康地活下去相比，年龄算什么呢？人的大脑里好像有一个开关，到了某个时刻它会开启，让你能够坦然说出自己的年龄，接受头顶的白发，并且不再为那个数字、那些白发感到难过。但在开关开启前，你甚至连说出自己的年龄都会觉得有些烫嘴。我怎么都到这个年纪了，我怎么可以被叫阿姨、大婶？有什么不可以？当你摆正了心态，接受了自己的年龄后，你会迎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你可以开始破罐破摔了。小时候，我们总是努力成为大人眼中的乖孩子，学会甜言蜜语，懂得察言观色。无论遇到的是熟悉还是陌生的面孔，我们都会微笑着打招呼，对每一位亲戚都热情问好。在工作单位，我们更是竭尽全力，成为最勤快、最积极的一员。因为年幼，因为和父母同住，因为是职场新人，
我们很难拥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即便偶尔冒出一些念头，也常常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的传统观念而被轻易忽视。然而，当我们步入不再年轻的新世界，我们变得成熟、世故、圆滑，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在各方面获得了独立。这时，我们可以逐渐展现真实的自我，不必再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而勉强自己社交。那些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必再因为道德的压力而勉强去做。正如伊藤比吕美在逐渐老去时自问，为什么还要和丈夫一起看电影、吃饭、同床共枕？毕竟两人的喜好和习惯都大相径庭。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勇敢地拥抱自我。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不必总是紧绷着神经，偶尔放松一下，喘口气也是可以的。在日剧《节约摇滚》中，年轻人为了省钱，不惜做问卷调研以换取折扣券，自制店里1000日元的豆皮盖饭，甚至用购物小票的背面磨指甲，省去美甲的费用。这些年轻人因为年轻，工作不久，积蓄不多，为了维持外表的光鲜，很容易成为所谓的尾款人、月欠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我们的钱包可能依旧不算鼓，但多年的辛勤工作让我们有了一定的积蓄。这时，我们不再需要在支付完房租后，对剩下的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我们可以享受自己想吃的美食，购买那些稍贵一些的护肤品，计划一次不再拮据的旅行，就算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自己缓一缓，也可以因为身体不允许、精力不支持作为事实理由搪塞一下。大年初一，我跟几个好友在群里闲聊，随口问他们除夕夜有没有熬夜守岁，结果大家几乎都是早早的就休息了。夜深人静，通宵达旦的狂欢和应酬似乎都成了过去式。春节过后，我又好奇地问起大家，寒假里有没有给孩子们施加压力？结果大家又一次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放养。毕竟儿孙自有他们的福分，我们自己过得开心就好。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年纪越来越大这个万能的理由来解释和推脱，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新世界里，你会变得更加坚强，因为曾经的伤痕在时间的洗礼下，最终都化作了保护自己的盔甲。就像《傲骨贤妻》中的艾莉西亚，从一个家庭主妇、检察官的妻子，蜕变为一位律政界的女强人、律所的合伙人，甚至涉足政坛参与竞选。她的每一次蜕变和成长，都源自于曾经丈夫的背叛所带来的巨大伤痛。虽然痛彻心扉，但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后，她迎来了一个崭新而强大的自己。经历和阅历赋予了我们不再犹豫不决的勇气。正如伊藤比吕美所说，成为欧巴桑也有好处，无论之前多么犹豫不决，一旦到了该行动的时候，就能变得果断，目光坚定地向前走。50岁的道元惠美子顶着一头醒目的爆炸头，毅然辞去了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工作。她在50岁，我辞职了一书中写道，当你放弃了一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你面前。那个世界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之前被某些东西遮挡住了，或者你根本不愿意去看。这个世界真的很酷。人到中年，不知不觉一头青丝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白色。起初没有太在意，毕竟只要不要长在额前，其他地方不会轻易看见，看到了也会装作看不到。掩耳盗铃的方法实在有些自欺欺人。慢慢发现梳头时脱落的白发规模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刺眼的白发就那样直愣愣地在镜子中，让你无法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于是在百般不情愿中，你承认自己老了。第一阶段就是如此，违心的视而不见，希望只是个别几根变异的白发，安慰自己一切正常。
视而不见是不行的，怎么办？于是进入第二阶段，纠结。纠结的内容很多，要不要染？多久染一次？染成什么色？用什么东西染？在家染还是去理发店染？首先，要不要染？毋庸置疑，一定要染。刺目扎心的白发时刻在提醒自己变老的事实。心不甘情不愿的，你怎能不去设法掩饰呢？在接受自己长白头发需要染这个沉重现实的最初阶段，我们往往会选择去理发店染发，因为毕竟没有自己染发的经验。在这个年龄段，还想找理发师修一个时尚的发型，染一个漂亮的颜色，来对抗岁月这把杀猪刀。于是我们染成深棕色、茶咖色、葡萄紫，顶着一头亮丽，心情也好了很多。好景不长，过1-2个月发根就发白了。慢慢的，新长的白色和染的颜色泾渭分明，染的颜色洗了多次之后也有些褪色了。半新不旧的根部是颓废的灰白色，更显得徐娘半老，没了光彩。再去染吧，一方面担心频繁染发是否会影响健康，一方面去理发店染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纠结中，有钱有闲的还是去理发店，也许选择贵点的染发剂会好一些。没钱也没时间的开始试着自己染头发。网上的染发剂又便宜又好使，一支能用好几次，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可以用2种颜色掺和起来一起染，出来的效果更自然哦。相熟的姐妹会纷纷支招，甚至手把手的教你，她们乐于看见又一个姐妹加入自己染发的行列。当你接受每隔1-2个月就要染一次发时，意味着你已经接受自己长白发的现实，并且尽力想维护自己年轻的形象。这一阶段会持续很久。第3阶段是彻底与白发和解。有些人也许一生都不会进入这个阶段，也许有些人会忽略第2阶段，直接进入第3阶段。彻底与白发和解意味着顺其自然，不再纠结，不再对抗，接受自己半头白发的样子，接受自己满头白发的样子。无论是灰白还是银白，都是自己的头发，都是自己原本该有的样子。当你发现一切对抗岁月的行为都是徒劳时，你会慢慢悟到，接受自己老去的样子，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别人的目光慢慢会习惯，自己不在意就好了。你把理由解释为累了、倦了，不想再折腾了，其实你是心平气和接受了自己原有的样子。那个不再年轻的自己也没什么可怕。与白发和解，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